恭喜两位玩家顺利通关，你活过了第2天。眼前一黑之后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过了几秒后，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：是否添加玩家青青为好友？没有半点犹豫，我直接选择了是。对方已同意，若后续副本依旧是多人任务，可直接邀请您的好友同行。第2天，小区里又陆续出现了几桩可怕的病毒死亡案例，我的心里十分清楚，这些都是在第1天副本里失败的人。终于到了晚上11点59分，熟悉的铃声出现，一则新公告占满了屏幕。第2场游戏结束，死亡玩家2652，存活玩家528。公告结束之后，游戏主页上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：是否进入今日游戏？我紧握着手机，轻轻点击是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右上角也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邀请标志。我赶紧抬手一戳，本次游戏为10人副本，您的好友青青已同意邀请加入房间，正在匹配其他同服玩家。猛地睁眼后，我已身处一所学校的教学楼，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，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，应该是个对讲机。此时机械的嗓音响起：你们是10个鬼屋爱好者，据说这里常年闹阿飘，屡屡发生失踪事件，早就让你们垂涎已久。可当你们壮着胆子走进这里后，你们才猛然察觉，这里好像真的住着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阿飘。所以请你们尽快找寻合适的地点隐藏自己，10分钟后他将开始杀戮，若能存活半小时，则该玩家通关。当然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，他都可以破门而入，把你们切成2半。逼仄的走廊里飘荡着粗粝的回响，配上学校阴飕飕的环境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一位玩家举起手率先发言：各位，很明显这是一个类似于躲猫猫的游戏，我们这里有整10个人，如果绑在一起走的话，目标太大。既然系统给我们配备了对讲机，那大家就赶紧分开，各自行动吧。如果有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信息，请记得分享出来，这样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存活概率。众人闻言纷纷赞同，很快便各自散去，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。我看向身旁的青青，我们俩一起走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我们朝宿舍区域奔去，推开一间平平无奇的寝室门，里面全是学生遗弃的生活用品。青青四下张望，寝室里能藏的位置好像也只有床底和衣柜里了吧？你想待在哪儿？衣柜太容易被发现了，我们还是躲在床底吧。就这样，我们2人一左一右融进了黑暗之中。此时怀里的对讲机率先滋滋作响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：喂，你们有谁是躲在教学楼5楼的？10分钟的躲藏时间已经到了，阿飘很可能已经进入学校了，不要一直敲我的门了，行不行？就算有主动找死的，也别拖着我下水啊！然而整整10几秒的时间过去，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，直到1分钟后，才终于有了另一个声音：哥们儿别问了，我刚刚看过了，10个人里只有咱俩选了教学楼，我人在2楼，你最好祈祷自己是幻听了。我和青青对视一眼，而仅仅又过了1分钟，那个男人